新闻天天在播，澳洲政府收紧政策，移民潮大幅降温，留学生进不来，打工度假的配额也在砍。按照我们从小学到的基本逻辑，人变少了，租房和买房的需求就少了，消费也跟住疲软，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应该会放缓，货币应该会贬值，对吧？但你打开手机看看你的银行账户，再看看汇率牌价，见鬼了，澳币不但没跌，反而还在狂飙。很多人看住这个走势，心里只有满满的焦虑和错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我变笨了，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其实不是你看不懂，而是游戏规则早就被那些顶层的资本悄悄改写了。今天我就要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我会把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揉碎了，掰开了，用最直白的人话讲给你听。我们会一起看透政客们没有明说的算盘，弄懂这背后的财富流向。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常识失效的新格局下，我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提前布局，抓住这波隐藏的赚钱机会？一定要跟住我的思路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的结尾，我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 一个我自己私底下在用来判断资金下一波往哪里跑的避坑与捡漏指南，绝对能帮你省下，甚至赚到一大笔钱。说实话，这几天我自己的感触特别深。上个周末，我跟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老朋友喝咖啡，他一坐下来就开始大吐苦水，说他最近亏惨了。为什么呢？因为几个月前他看到政府大刀阔斧砍移民配额的新闻，心里盘算着人少了，经济肯定要冷却，澳币接下来绝对要跌。于是他把手头的资金做了一些反向操作，想着等澳币跌下去再结汇。结果呢，澳币一路坚挺，甚至还往上冲，他这一波操作直接把一整年的利润都快赔进去了。看住他懊恼的样子，我心里其实很感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用生活经验在判断经济。我们去超市看到物价贵了，去市区看到人少了，就觉得经济不行了。但残酷的现实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同时存在着两个澳洲。第一个是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实体澳洲，这个澳洲是由超市的物价，你每个月要缴的房租和房贷，还有街边小店的生意组成的。移民少了，这里的感受最直接，有些区的房子可能没那么疯狂被抢了，餐厅老板抱怨招不到便宜的员工了，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压力山大，甚至有点憋屈的澳洲。但还有第二个，是全球资本眼里的金融澳洲。这个澳洲根本不关心街上有多少留学生，他们只看两样东西，地下挖出来的矿以及中央银行的利息。你想想看，为什么政府要选在这个时候大砍移民？说白了，这是一场政治作秀。大选要到了，老百姓都在骂房价太高，租金太贵，基础设施跟不上，政客为了选票必须安抚民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关门，减少外来人口。但这就引发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人少了，谁来干活？劳动力市场瞬间紧缺，老板为了招人，只能加薪，工资一涨，企业成本就变高，成本高了，东西就卖得更贵。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感觉身边人少了，但物价还是死活降不下来的原因。这叫做粘性通膨。这时候，澳洲央行 ARBA 就坐不住了，他们一看通膨还这么顽固，哪里敢降息？不仅不降，甚至态度还特别强硬。这就是澳币狂升的最核心秘密。当全世界其他国家像是美国、欧洲都开始因为经济撑不住而准备降息，或者已经在降息的时候，澳洲却因为劳动力短缺导致的通膨，硬撑着维持高利率。资本都是非常现实且嗜血的，你是一笔几百亿的国际热钱，你会放在利息越来越低的地方，还是放在利息又高又有丰富矿产和能源做保底的澳洲？答案不言而喻，热钱疯狂涌入买澳币吃高息，澳币能不升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常识被骗了，移民降温反而阴差阳错的维持了高利率，最终推高了澳币。但这件事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住物价飞涨，看住有钱人利用汇率差继续赚得盆满钵满吗？当然不是，每一次宏观经济的错位都会砸出一个巨大的财富深坑，同时也会抛出千载难逢的机会。人口放缓加上强势汇率，正在悄悄改变各行各业的赚钱逻辑。以前闭着眼睛买房收租，或者做点小生意就能赚钱的日子，可能真的要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的市场会变成一个极度撕裂的状态，有些资产会因为人口减少而暴跌，但有些领域却会因为强势汇率和政策倾斜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这个新格局下，我们的钱到底该往哪里放？房地产还能碰吗？哪些行业正在成为新的造富风口？当人潮退去，谁在裸泳？谁又在闷声发大财？刚才我们说了，
澳币升值是因为高利率撑着，而高利率是因为人少了导致劳动力短缺，通膨降不下来。这听起来很绕，但对你的荷包来说，这是一场存量博弈的残酷游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悉尼北边经营一家连锁咖啡店。去年底，他跟我抱怨说，政府砍留学生签证后，他最勤快、薪水要求最合理的几个兼职学生都回国了，或者签不下来了。为了留住人，他不得不给剩下的员工涨了15%的时薪。你以为这涨掉的成本是他自己吸收吗？不，他把每杯拿铁的价格从 4.5 涨到了 5.5。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真相。移民减少，看似解决了拥堵，实际上却在推高你的生活成本。当澳币升值时，按理说进口货应该变便宜，对吧？但因为澳洲本地的服务费、人工费贵得离谱，抵消了汇率带来的红利，结果就是你的购买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剪了羊毛。很多人问我，既然人少了，房价是不是要崩了？我的回答是，看区位，看属性，看你的对手是谁。以前澳洲房产的逻辑很简单，人来了，要租房，租金涨，房价涨，这是一个通用的公式。但现在公式变了，那些过去极度依赖留学生、打工度假者的高密度公寓区现在非常危险。当水源人口流入断了，这些地方的租金回报率会迅速见底。如果你还拿着大笔资金去冲这些区，那你就是最后一棒。而那些本地中产阶级、高薪阶层聚集的成熟社区，反而是财富机会。为什么？因为澳币强势，代表澳洲的资产在国际眼光中是优质蓝筹股。虽然普通移民少了，但全球的高净值人群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看重的不是租那几百块的房租，而是澳洲躲避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功能。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最近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的高端物业市场，成交速度反而变快了。买家是谁？是那些手握美元、欧元，趁着澳币利息高，赶紧把资产配置过来的聪明钱。如果你现在手头有一笔闲钱，千万不要只盯着那点银行利息。在澳币强势、人口放缓的格局下，有2个机会是小白也能看懂的。第一是进口替代与跨境红利，澳币升值代表你去海外买东西，或者企业进口原材料变便宜了。如果你是在做电商，或者你的生意涉及到从亚洲进口高科技设备、精密零件，现在是最好的设备升级期，用强势的澳币去换取别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技术，这就是汇率红利。第二是澳洲刚需能源股，澳洲现在虽然人口增长放缓，但它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反而增强了，因为全球都在搞绿色转型。澳洲地下的锂、镍、铜是全世界都要抢的香饽饽，不管澳洲国内人多还是人少，只要世界需要电池，澳洲的出口收入就不会断。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政府难道不知道收紧移民会让人工变贵，让生活更难吗？他们当然知道，但这背后有一场我们看不见的政治豪赌。澳洲政府现在想做的是把澳洲从一个靠卖地、靠人头税支撑的初级经济体，强行转型成一个高薪、高技术、高门槛的国家。他们不再想要几十万来端盘子的学生，他们想要的是能带来技术、能带动高端产业的尖端人才。这意味着未来的澳洲生活成本会持续维持在高位，但机会会向高价值行业集中。未来的市场会更看重人的素质而非数量，避开低端的重复劳动力的传统零售业，因为人工成本会把你吃钱抹净。拥抱自动化 AI 取代人工的技术服务，既然请不到人，谁能提供不用人的解决方案，谁就在未来5年发大财。汇率操作方面，澳币现在的强势是基于息差，如果未来某个时刻美国突然大幅降息而澳洲不动，澳币还有一波疯狂冲顶的机会，那时候就是你把澳币换成外币资产去全球抄底的最佳时机。感谢你陪我聊到这里，为了回报大家的信任，我准备了一个我个人的私藏心得，帮你在这波新格局中稳住阵脚。第一，捡漏指标，盯紧那些因为利息太高撑不住而急售的商用物业，有些地段极好，但因为房贷压力巨大的店面或小型办公室，现在是谈判筹码最大的时候，现金为王，主动出击。第二，避坑指南，远离任何打着保证租金回报旗号的新建远郊公寓，在人口放缓的大背景下，这些房子的流动性会变得很差，很容易变成纸面财富。第三，心态建设，不要因为澳币升值就盲目乐观，也不要因为物价高就彻底躺平。这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年代，强势货币有利于资产持有者，不利于纯打工者。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资产，请务必把你的第一份闲钱投入到能随通膨增值的领域，而不是放在银行存折里看住它缩水。
这个时代常识会骗人，但数据和钱的流向不会。当人潮退去，澳洲的财富规则到底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刚才我们说了，澳币狂升背后是利息在撑，而利息下不来是因为人手不够导致的通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死循环，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其实是一场存量博弈的残酷洗牌。我再跟大家讲个更扎心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在墨尔本做小建筑公司的工头，他跟我说，2026年初这波移民收紧，让他原本以为会降温的生意反而变得像噩梦一样。以前他招一个熟练的木工，时薪给个50到60就有人抢着做，现在呢，因为新进来的技术工人少了，加上很多老工人被政府的大型基建项目挖走，他现在开到90甚至100，人家都还得看心情才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去修个水龙头，割个草，甚至只是想找人刷个墙，价格都贵到让你怀疑人生。这种人工贵过材料的现象，就是澳币强势背后的代价。很多人问我，既然移民少了，那房地产是不是真的没戏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还在用人多房币涨的旧逻辑，你一定会亏死。现在的澳洲房市已经进入了极致的产品分化年。你看，那些过去几年疯狂盖在市中心，专门租给留学生的那种小两居公寓，现在确实很尴尬，因为水源人流被政府掐住了一半，租金回报率开始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你现在还傻傻的去接盘这种高密度的投资房，那你真的是在帮别人解套。但反过来，你看看悉尼、墨尔本，甚至是珀斯那些传统的高级住宅区，那里的 house 别墅价格不但没跌，反而因为建筑人工太贵，导致新房子盖不出来，市场上的旧房子变成了稀缺资源，这就是我说的物以稀为贵。更有趣的是，因为澳币强势，现在很多手握美金或欧元的国际买家，看中的不是那几百块的租金，而是澳洲作为避风港的属性。我有一个在银行做贷款的朋友，他最近接到的单子，很多都是直接用现金全款买下数百万澳币豪宅的客户。这些人根本不在乎利率是 3.85% 还是 5%， 他们在乎的是把资产换成强势的澳币资产。所以，如果你手头有一笔闲钱，千万不要只盯着银行那点 4% 或 5% 的利息。在这种新格局下，有2个小白也能看懂的财富密码。第一是进口替代红利，既然澳币变值钱了，你去买海外的东西，或是做跨国贸易的成本就降低了。如果你是在做电商，或是你的生意需要从亚洲进口高科技设备，现在就是你鸟枪换炮的最好时机，用强势的澳币去购买别国的技术，这就是汇率送给你的红利。第二是澳洲的能源刚需，2026年全世界都在疯抢 AI 算力和数据中心，而这些东西背后需要大量的电力和铜、锂等矿产。澳洲虽然人口增长放慢了，但地下的矿产却成了全世界的救命稻草。不管澳洲国内人多还是人少，只要世界需要电池和电力，澳洲的出口收入就不会断。这就是为什么澳币有底气一直狂升。说到底，政府现在就是在玩一场政治豪赌，他们宁愿牺牲掉一些低端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小生意，也要把澳洲强行推向一个高薪、高技术的精英社会。如果你还在用端盘子、纯体力的思维在澳洲混，你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因为人工费会把你的利润吃光，高物价会把你的购买力掏空。接下来的5年，澳洲会变成一个强避高物价的国家，这意味着财富会向那些能驾驭资本、能利用技术取代人工的人手中集中。那未来5年的澳洲财富新剧本，以及在这个新格局下，我们具体该如何从消费受害者转变为红利收割者呢？刚才我们说到汇率和移民的爱恨情仇，但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更扎心的真相，那就是澳洲正在经历一场阶级固化的阵痛期。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朋友分成2类，一类是天天看着超市小票叹气，感叹2026年的澳洲连吃顿饭都要30的普通人，另一类则是趁着澳币汇率高、利息稳，开始悄悄布局优质资产，资产规模反而越滚越大。这种差距的根源不在于谁更努力，而是在于谁看懂了政治对冲的逻辑。你看，澳洲政府现在一边挥刀砍向移民，口口声声说要解决住房危机，但另一边又在加大对国防、高端制造业和绿色能源的补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政府根本不在乎那些低端、依赖廉价人力的生意是否会倒闭，他们要的是重塑。我认识一个在墨尔本开清洁公司的老板，他以前手下几十号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现在人手短缺，工资涨到他怀疑人生。就在他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果断卖掉了一半的物业，把钱全投进了几套全自动的工业清洁机器人。
现在它不仅不再受制于人工，利润率反而因为澳币升值带来的进口成本下降而翻倍了。这就是我要说的赚钱机会。在一个人少、钱贵、汇率强的国家，你的竞争力必须从堆人头转向堆技术。如果你的生意或工作还是纯体力、纯重复性的，那你未来5年会被高物价和强势澳币这2座大山压得喘气。相反，如果你能切入能源转型、AI 基础设施或是精准医疗这些澳洲政府保驾护航的赛道，你就是被时代推着走的赢家。关于房产，我再说深一点，2026年的澳洲房价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普涨，而是会出现极致的分化。由于建筑成本因为人工短缺而居高不下，现在能买到已经盖好的、有土地所有权的优质别墅，其实是在变相赚取那些昂贵人工的溢价。很多人还在等房价大跌，但我告诉你，只要澳币在高位撑着，全球的热钱就不会撤。这些人买房是不贷款的，利息再高对他们都没影响。所以如果你有刚需，不要被所谓的人口放缓吓破胆，避开那些烂尾、风险高、物业管理费吓死人的公寓，盯紧好区的土地，那才是真正的硬通货。至于投资建议，大家现在一定要学会汇率套利。现在澳币对人民币或其他亚洲货币处于强势期，这就是你配置海外资产的黄金窗口。我认识一些聪明人，他们趁现在澳币值钱，把部分资金转出去抄底全球低估的市场，等过2年澳洲利息降下来，澳币回落的时候再拿回来。这一来一回，可能就是你几年不吃不喝才攒下的纯利润。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快的赚钱方式从来不是靠劳动力，而是靠资产与货币之间的利差和汇差。说实话，看住大家为了生计忙碌，我心里挺不忍的。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 bonus 送给大家。这不只是一份建议，这是我这几年在澳洲金融圈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财富保值地图。首先，去检查你的退休金，把那些投在低增长固定收益类的资金，挪一部分到全球科技股或澳洲本地的能源转型基金上，因为在高通膨、高汇率时代，现金是最不值钱的。其次，如果你在澳洲有小生意，立刻想办法把你的供应链国际化，利用现在强势的澳币去谈判，把成本压到最低。最后，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我私藏的捡漏指南，叮嘱那些在2024年到2025年高点买入，现在因为2026年的高利息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商业地产或发展项目，这些人现在比你更急，只要你有现金，现在就是你跟他们谈判，拿回那份财富溢价的最好时机。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但经济规律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看懂了，这波移民降温与澳币狂升就是你的翻身仗；看不懂，这就是一场无声的财富收割。很多人听完宏观经济之后，心里都会想，道理我都懂，但我现在手头有5万、10万，甚至50万澳币，我明天早上起来到底该买什么？说真的，在这个澳币狂飙、人口放缓的新格局下，如果你还在用5年前的思维去存银行，或者去买那些偏远地区的投资房套餐，你就是在把钱往火坑里推。我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2026澳洲财富防御与反击方案。这份方案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根据现在的高利率环境，如何精准布局那些受惠于强势汇率的基础设施基金，以及如何在房地产市场的裂缝中找到那些被银行逼债、急于脱手的优质物业。我甚至把几个我个人长期观察，目前租金回报率依然能打败通膨的特定区域坐标，以及3只在强势澳币下利润逆势增长的澳洲本土蓝筹股名单都整理好了。但我必须说实话，这份名单涉及的内容非常具体，甚至有点太前了，直接公开可能会影响到某些市场的平衡。如果你想立即看到完整方案，现在开通会员就能直接解锁，无需等待，无需排队，无需凑留言数。当然，如果你想用留言的方式支持我，也完全没问题。只要你现在立刻在评论区留言我要方案4个字，如果留言人数超过500，点赞人数破1000，我会专门为这群想赚钱、想翻身的朋友录制一期深度拆解的实战影片，把具体的代码、区号、谈判技巧全部公开，绝对不藏私。但我也要非常严肃的提醒，今天我所分享的所有内容，无论是分析还是案例，纯粹是我个人的观察与心得分享，仅供参考，这些内容并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都不同，市场瞬息万变，投资一定有风险，在做任何决定前，请务必自己做好功课，或咨询持牌理财师。面对现在这种物价高、汇率强、人流少的怪现象，你觉得澳洲未来5年是普通人的黄金时代，还是资产阶级的收割季节？你
你手里的澳币是打算存着等降息，还是趁现在值钱赶紧换成资产？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析让你对澳洲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甚至帮你拨开了一点迷雾，请不要吝啬你的支持，点个关注，点个赞，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为汇率焦虑、还在迷茫的朋友。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继续深挖真相、分享钱货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